你有沒有想過，一個人怎麼能靠犯錯賺到錢？聽起來很荒謬吧？可索羅斯就是這樣的人。別人害怕錯誤，他靠錯誤發家。很多人記得他擊垮英鎊的傳奇，卻不知道他真正的底層思維不在預測，而在糾錯。索羅斯說過一句話：我富有只是因為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錯了。這句話看似謙虛，實則是投資世界裡最鋒利的一把刀。多數人投資虧錢，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，而是因為他們不肯承認自己錯。人性啊，總想證明自己是对的。可市場從來不在乎你的自尊，它只在乎你能不能迅速止損，能不能反手承認我搞砸了。這就是索羅斯的第一個核心，活下來比贏更重要。他不會和市场較劲，不會因為面子死扛。只要方向不对，他就立刻認錯退出，因為他知道市場給的痛苦永遠比你想象的大。有趣的是，索羅斯的邏輯根本不像一個學者，更像一個賭徒。只是他賭的不是輸贏，而是錯誤會在哪一刻被揭穿。你以為他在預測匯率？不，他在觀察人群情緒的共振。市場越極端，人越瘋狂，糾錯的空間就越大。他相信一個原則：賺錢永遠來自偏差，不是趨勢本身，而是趨勢被人誤解的那一刻。就像他當年做空英鎊，整個歐洲都在維持匯率機制 ERM， 所有人都堅信英鎊不會脫離系統，那種信念強大到讓人盲信。索羅斯沒有立刻出手，他只是觀察，等那種集體幻覺達到極限的瞬間，當政策和現實的差距大到無法維持，他一擊出手，放大槓桿，空到極致。結果大家都知道，英鎊崩盤，英國央行被迫退出機制，他賺了10億美元。可是重点不在那10億，而在他為什麼敢那麼做。因為他看的是系統的錯誤，而不是價格的方向。這就是索羅斯式思維。當所有人都相信某件事不會發生，那件事一旦發生，收益就是爆炸性的。你發現沒？這其實跟生活一模一樣。大多數人希望事情穩定，怕變動，怕不確定。但真正的財富就藏在別人不敢想的地方。索羅斯從來不求穩，他求的是偏離均衡的那一刻。而這就引出了他的第二個秘密：預期內價值。這聽起來很抽象，其實很簡單。任何投資最終的結果不是靠預測對錯，而是靠你押注的期望值是不是正的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10次裡對6次，但每次賺一點，虧一點，那你永遠不會富。可如果你只對3次，但每次賺10倍，虧一次只虧一點，你就能贏到翻。所以索羅斯不追求对的頻率，而是對的量級。他說過，關鍵不是你對多少次，而是你對的時候賺多少，錯的時候虧多少。聽起來簡單，但真正能做到的人極少，因為這需要極強的心理紀律。你得忍得住9次錯誤，才能等到那一次天時地利的機會。別人天天交易，他反而經常什麼都不做。他說，如果投資讓你感到興奮，那你多半在賭博。真正好的投資是無聊的。這話多現實。你看現在多少人每天追短線、刷行情、盯 K 線，其實都在騙自己，以為在掌握市場，其實只是被波動情緒牽着走。索羅斯反其道而行，他寧願閒着，也不願動錯，因為他知道市場的噪音太多，行動越多，錯的越多。有時候最聰明的動作就是不動。他有一句名言：我只在有理由上班的時候才去上班。這句話乍聽像玩笑，其實意味深長。因為市場上大部分時間根本沒有值得下注的理由。你可以天天操作，但那是交易員的錯覺，不是投資者的紀律。而真正能耐得住空窗期的人，才配得上下注的權利。講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那索羅斯怎麼判斷一個機會值得出手？他會先設定多個預先假設。
金融市場不可預測，但他從不盲猜。他用不同假設去推演各種可能性，如果 A 發生 ，B 會怎樣？如果 B 沒發生，市場又会怎麼反應？這不是預測，而是演練。等到真正的價格偏離邏輯，他馬上能反應，這就是那個偏差的瞬間。也就是說，他不是靠運氣，而是靠提前演練情境，等機會自動撞上門。聽起來像是高深的哲學，其實不。你換個角度想，這不就像開車時先預想前面可能會有車突然變線一樣嗎？能反應快的人，不是因為他神，而是因為他早想過最壞的情況。索羅斯的厲害就在這裡，他把金融市場的混亂轉化成心理上的秩序。別人恐慌時，他冷靜地糾錯；別人貪婪時，他審視那種貪婪是否已經變成幻覺。而他最獨特的理論叫自反性。這聽起來有點拗口，但其實簡單得很。市場和人類認知是互相影響的。什麼意思？就是人們怎麼看市場，市場就會往那個方向走。可市場走成那樣，又會讓人更堅定地相信他們的看法是對的。聽懂了嗎？這就是泡沫的本質。人以為自己在觀察市場，其實是在制造市場。索羅斯說，趨勢和錯誤觀念相互作用，形成泡沫，泡沫又自我強化，直到崩潰為止。簡單說，就是人信什麼，什麼就會成真，直到現實打臉。你知道最可怕的泡沫是什麼嗎？不是比特幣，不是房地產，而是人類的信念泡沫。索羅斯說過一句极狠的話，市場能夠影響他所期待的事件。這話什麼意思？就是當大家都堅信某件事一定會發生時，他們的行為會促成它的發生。比如當年美股科技泡沫，所有人都說互聯網會改變世界，聽起來沒錯吧？但問題是，他們以為改變世界就等於任何互聯網公司都該值錢，於是資金狂湧，估值飆升，媒體狂吹，結果那股信念本身就成了泡沫的燃料。索羅斯看得极透，他說，每個泡沫都是趨勢加上錯誤觀念的結合體，一個負責點火，一個負責添柴。趨勢推動價格上升，錯誤觀念讓人相信這是合理的，於是沒有人踩剎車。最後，現實和信念的差距越拉越大，直到轟然崩塌。他認為，經濟學裡那個市場均衡的概念是一種幻覺。市場哪有真正的平衡？人心本來就不平衡，只要人存在，市场就永遠在波動。均衡只是理論家的數學模型，在現實中從未出現。這也是他最看不起效率市場假說的原因。那套理論說，市场價格已經反映了所有信息，所以沒人能長期擊敗市場。可索羅斯嗤之以鼻，如果市场真那麼有效率，他就不可能成世界首富之一。他更像個獵人，他等的不是合理，而是荒謬。當市場集體陷入某種幻覺，比如大家都認為美聯儲不會加息，美元不會貶值，某科技股永遠漲，那正是他磨刀霍霍的時刻。他不會罵市場蠢，他只冷靜地問一句：這群人有多確定？越確定，風險越大，因為確定感本身就是幻覺。那你說，既然風險無處不在，怎麼活？索羅斯的答案是安全邊際。安全邊際這個詞後來被巴菲特用得更響亮，但索羅斯的版本更殘酷。他不是說低價買入，而是說讓自己即使錯了也不會死。聽懂這句話，你的投資觀就會變。絕大多數人追求的是贏，但索羅斯追求的是不死。他知道人類最大的錯覺不是判斷錯了方向，而是高估了自己承受失敗的能力。比如你有100萬，你以為虧個20%還能翻回來？錯啊！真正的打擊不是數字的下降，而是心態的崩溃。那種我是不是看錯了的自我懷疑，會像病毒一樣摧毀你的執行力。
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会員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所以他寧願在錯的時候小虧，也不願在對的時候重倉倒爆。他會在最確定的時候孤注一擲，但平常大多數時候極度克制。這也是為什麼他說，正確或錯誤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對的時候賺多少，錯的時候虧多少。這句話聽着老生常談，但你仔細想想，能真正做到的人有幾個？我們習慣於追求勝率，但索羅斯追求的是期望值。他從不貪圖每一筆都贏，只要整體贏面高，他就敢等。他的系統不是靠預測未來，而是靠管理錯誤。他甚至說過，經濟史不是真理的積累，而是假話的輪迴。意思是，人類總在用錯誤的理論解釋過去，然後再拿這些理論預測未來。可市場從來不會重複，只會押錯。這話聽起來像諷刺，但其實很真實。你看看，每次危機前夕，大家總會找到一堆理由證明一切沒問題。房價不會跌，科技不會崩，美元不會轉向。可每次災難來臨前，那些最理性的聲音反而最被忽略。索羅斯之所以能活過幾十年，跨越通脹、危機、金融戰，是因為他從不沉迷確定性。他活在模糊裡，卻保持清醒。他曾經在一次採訪中說，我最確定的時刻，就是我最應該害怕的時刻。這句話太有意思了。一般人越確定越興奮，他反而越謹慎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知道，當你開始相信自己不會錯，你就離災難不遠了。而且索羅斯不信命，他信反饋。市場每一次反應，每一個波動，都是對他假設的考驗。他不會急着去驗證自己對不對，而是去看市場怎麼糾正它。所以他賺的錢其實不是靠預測，而是靠糾錯速度。當年他做多日元時，行情一度逆轉，他立刻出手平倉，結果2天後消息面變化，他再度重倉切回去，一舉反轉。別人看他像瘋子，但他只是順着反饋走。那種靈活是靠長期認錯訓練出來的。這也是為什麼他說，我富有是因為我知道我什麼時候錯了。這句話不是謙虛，是事實。你去看那些真正破產的人，他們不是輸在一次錯誤上，而是輸在拒絕承認錯誤。市場已經變了，他們還在死守過去的邏輯。而索羅斯最懂的一個道理是，邏輯永遠沒錯，錯的是人以為邏輯永遠不會變。所以他反覆提醒自己，市場不是科學，是心理戰。那他怎麼看待所謂的黑天鵝？他不試圖預測，而是預留空間。他知道未來一定有未知風險，但他不會浪費時間去猜是什麼。他只要確定自己暴露的風險是有限的。他曾把風險分成3種。第一種，你知道事件特性和概率，比如掷硬幣。第二種，你知道事件特性，但不知道概率，比如20年後某只股票的價格。第三種，你連事件特性都不知道，比如突發的地缘冲突、金融崩溃。他說，第3種才是最危險的，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要防什麼。那該怎麼辦？唯一的辦法就是保持流動性，讓自己隨時有回旋余地。這其實就是他整套體系的核心邏輯，永遠留一口氣。當別人為了最大收益孤注一擲時，他在想，如果錯了，我還能走嗎？當別人沉浸在趨勢狂歡時，他在觀察那股狂歡何時會反噬。他永遠不追求完美的預測，只追求可生存的錯誤。聽到這，你會發現索羅斯的厲害不在智商，而在心智。他對世界的理解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灰色地帶裡的平衡。他接受混亂，利用混亂，
然後在混亂中生存。你看，他幾十年来面對那麼多金融風暴，卻始終屹立不倒，因為他從不和市場賭氣。他說，經濟學要重新思考現實世界的問題，而不是繼續制造更多的方程式。這話太現實了。多少經濟學家困在模型裡，卻忘了市場不是數學，是人性，而人性才是最難預測的變量。索羅斯的偉大在於他不去馴服市場，而是馴服自己。他不是天生的天才，他只是一個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何時該退的人。而這恰恰是大多數投資者永遠學不會的。他們都想當英雄，卻忘了最強的策略其實是活着。索羅斯真正的天才，不在於他賺了多少錢，而在於他理解了錯誤的價值。你有沒有發現，大多數人都在追求正確，從學校開始到工作到投資，所有系統都在教你別犯錯。可偏偏最有智慧的人，恰恰是那些敢於承認錯誤，甚至擁抱錯誤的人。他曾說過，我們必須從頭到尾重新思考經濟理論。為什麼？因為過去那一套理性、完美、均衡的假設，在現實世界根本行不通。世界不是數學方程，是一場複雜的反饋循環。你做出的每一個決策都會改變結果本身。他稱之為自反性，但如果你聽懂了，其實就是你看世界的方式正在改變世界。你买入的行為會讓別人跟風，你恐慌的反應會加速崩盤。換句話說，你不是旁觀者，而是參與者。所以，索羅斯不是在預測未來，而是在觀察人如何看待未來。他研究的從來不是數據，而是心理。他知道，市場就像一面鏡子，它映照的不是事實，而是人心。那他怎麼應對這種複雜的混亂？答案只有一個：靈活。這也是他能在各種时代都活下來的原因。70年代通脹，80年代匯率戰，90年代亞洲危機，21世紀互聯網泡沫，次貸風暴，他都經歷過。每一次危機，他都能掉頭，哪怕昨天還在做多，今天就能空。別人罵他反覆無常，他只淡淡一句：“我不跟錯的邏輯死磕。”他信的不是信念，而是修正。這點極其重要。聰明人常死在固執，笨人常活在彈性。索羅斯的彈性來自他對錯的熱愛，他把錯誤當作市場給的反饋，而不是羞辱。他甚至說，痛苦是你學得最快的時候。這句話放在任何領域都對，無論是投資、事業還是人生，真正讓人成長的，從來不是順風順水，而是被迫修正。回頭看，他整個哲學就是一套反直覺生存法則。當所有人想對時，你要學會懷疑；當所有人害怕錯時，你要敢去試；當所有人忙着證明自己時，你要學會承認。聽起來像是心理學，但這其實是最冷酷的现實智慧。因為世界變化太快了，今天的邏輯，明天可能就被 AI 顛覆；今天的安全感，明天可能被一場戰爭撕碎。你唯一能依靠的不是預測，而是反應。這就是索羅斯哲學的精髓：預測讓人自負，反應讓人生存。他說，如果投資讓你太興奮，那你一定做錯了。這話真有意思。多數人一賺點錢就興奮，一虧點錢就恐慌。可在索羅斯眼裡，這兩種情緒都一樣危險，因為他們都會讓你失去判斷。他最怕的不是虧損，而是情緒干擾。所以他做決策前從不看社交媒體，不聽專家意見，只盯價格，因為價格才是最誠實的語言。他不說教，不安慰，不騙你。而當價格開始違背你的邏輯時，別猶豫，認錯。你可以錯，但不能拖，因為在市場裡，拖就是最大的錯誤。這一點，他比任何人都狠。他曾說過一句震撼投資圈的話：我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对的，我只在意，當我對的時候，我賺多少；當我錯的時候，我損失多少。
這句話其實就是整個投資的核心。你要贏，不靠智商，靠結構。只要結構設計得對，讓正確的回報足夠大，錯誤的代價足夠小，你遲早會贏。那你說，這種思維放到生活裡有沒有用？太有用了。想想看，我們人生中有多少選擇，本質上就是投資，學什麼，跟誰在一起，做哪份工作，買哪處房子。每一個決定都是一次下注，而你能不能過上想要的生活，不取決於你有沒有選對，而取決於你能不能及時糾錯。有人在錯的關係裡拖10年，有人在錯的行業裡熬半輩子。不是他們不聰明，而是他們害怕承認自己錯了。可是人生最值錢的能力，不是堅持，而是轉彎。索羅斯在金融裡練的那一套，其實就是人生的通關思維。你沒辦法永遠預測世界，但你可以讓自己可調整。你沒辦法保證每一步都對，但你可以讓每次錯誤都不致命。你沒辦法控制市場，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反應。這聽起來像哲學，其實是極度現實的生存智慧。他說，長期趨勢形成的慢，崩潰的快。這句話不只適用於市場，也適用於人生。很多人慢慢累積信任，慢慢建立事業，卻在一個決策、一次情緒、一場誤判裡崩掉。因為他們忘了，趨勢不是命運，它只是慣性。能不能在慣性前轉彎，決定了你能不能活下來。索羅斯的成功靠的不是神級判斷，而是冷血紀律。他永遠不會沉没成本。當一筆交易不再符合邏輯，他立即放棄；當一個局勢出現新變量，他馬上調整。那種毫不留戀的果斷，是所有高手的共性。而普通人最常犯的錯，就是捨不得。捨不得放棄曾經的努力，捨不得承認自己看錯，捨不得從零開始。但世界不會因為你的捨不得而停下腳步。所以他一直強調一句話：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贏了多少次，而是你最後能不能站在場上。這句話是對所有人的提醒。無論你是投資、創業還是生活，你要贏得的是長期生存權。到最後，財富、自由、認知都是時間的獎賞。能熬、能調、能改錯的人才配拿那個獎。而索羅斯給出的最殘酷也最實用的真理是：聰明人靠承認錯誤發財，普通人靠逃避錯誤破產。他不是天才，他只是比任何人都會認輸。這聽起來像個笑話，但其實這是人類最難的一課。因為我們從小被教要贏，卻沒人教過我們怎麼樣優雅的輸。而索羅斯的哲學就是讓你理解，輸並不可怕，輸得明白才最值錢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